节课带给大家亮片的法式操作。这款俄式款式操作主要运用的是俄式的牛奶延长胶。这款牛奶胶它的特点是硬度非常高，它可以做延长，也可以做塑形。那么质地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浓郁一点，就是它的流速不快，但是它流平性又非常好，所以操作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既然它有流动性，它也是可以做建构的。那么由于这款延长胶本身是带颜色的，里面加有色浆，所以使用这款延长胶的要求是一定要用透明的纸托板去做延长。如果用的是纸质的纸托板，由于透光不好，就有可能造成上面干了底下还没有干的这种情况。所以彩色延长胶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要用透明的纸托板去操作。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的光疗笔有什么样的使用要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俄式所使用的功能胶笔，那么主要用到的是这4款，都是跟延长铺胶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是平头笔，它是专门用于俄式延长过程中的延长胶的大量产取的，我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做俄式延长胶大产笔。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是会拐弯的拉线笔，主要用于我们再去做建构啊，或者是极致单色呀，在我们口袋内部的3边去细节找补的，那么叫做会拐弯的拉线笔。另外这个呢是12号的水晶笔，然后还有一个是雕花笔。后面2个呢是我们主要运用于水晶胶的铺胶过程中所使用到的笔，它的毛的成分呢是貂毛，跟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纤维的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用在这种固体延长胶的时候去铺胶时候的使用。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用貂毛的这种大笔呢？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不太明白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用假模，我看到老早以前人家都教我们用这种平头笔去铺，可不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就是看你铺的品质。有2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是铺完假模之后，假模内部出来的 C 弧拱度是否平滑，第二个就是关于气泡。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脱模之后的这个 C 弧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C 弧是非常平滑的，看到了没有？还有一个这个梯形的，你看梯形的内部它都是非常平滑的，那么就要求你的这个 C 弧啊看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如果你用这种小笔去铺它，你会发现由于它的受力面积比较小，在铺的这个过程中一个地方它有缺失，那么你就会用这个小笔不断的去调整，多次的调整就会导致这个笔跟你的胶出现多次的拍打和拖拉，就会很容易产生气泡。那么由于水晶笔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它所形成的 C 弧是一笔成型的，所以拍打和拖拉的次数它就比较少，然后就会得到我们比较平滑的 C 弧，以及整个铺胶的形态会相对来说非常的完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使用水晶胶的时候用到的就是貂毛笔这种比较大的水晶笔。这个小的雕花笔我们是什么时候用到的呢？是做这种尖部比较小的，我们会用到这个雕花笔去收一下它指尖的 C 弧。那来大家看一下，像这个的指尖位置的脱模就是我们用到雕花笔去做的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着重会使用这2支笔，一个是延长胶的大产笔，还有一个是会拐弯的拉线笔。主要说一下俄式延长胶大产笔和日式平头笔的区别。由于日式平头笔主要是用来刷渐变的，要求这个毛质啊要相对的柔软和服帖，所以说用日式的平头笔去挖取大量的延长胶，粘度比较高的延长胶取大量的情况下，可能它的支撑力就不够。而俄式的平头笔由于它的这个弹性，你看它笔毛的弹性和韧性，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用的像铲子一样的，有利于去挖取大量大坨的延长胶的一支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笔毛。然后我们仔细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韧性。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这款俄式款式的详细操作步骤。首先呢，整甲面薄涂底胶，然后我们用会拐弯的拉线笔找补一下3边的细节。我们要想款式变得有极致效果，一定要是3边查找要到位，口袋内部填补要完整。好的，那么极致操作的时候我们要当心一点啊，边缘不要碰到皮肤了。会拐弯的拉线笔它的这个支撑力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手指灯微固化，然后我们放到大灯里照干。好，接下来我们用流平胶在后缘的位置涂布本甲床大概1/2的这个面积，然后用小笔把3边的位置还是要找极致，因为过会儿我们要填亮片，那么亮片也是要靠近我们的口袋内部的，这样的话整个款式看起来就会更加极致。用小笔拨一下边缘，
让这个胶呈现就是上面多下面少的这样一个渐变的一个结果。因为后面我们铺亮片也是主要是后面会多一些。然后我们用榉木棒蘸取一下边缘的胶，少量一点点，用带着胶的榉木棒沾取大量的亮片，放在我们的指甲后缘的中间点的地方，照干，然后给这个指甲上指托。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款式的长度并不长，所以说我们取一坨胶直接放在游离缘的衔接处的位置，然后把它直接拖出我们想要的形状，就是一个方形嘛，然后是一个短方形，连接 AB 点之后拖出它的长度和宽度，边缘铺胶干净整洁，我们一会儿打磨的时候就会更加省心和省力了。好的，照灯短时固化，大概在10秒左右。每个灯的功率不一样，所以塑形的速度因灯而异。准备塑形之前呢，我们拿塑形夹先去触碰一下指尖位置，看它有没有固化。如果指尖没有问题，不软了，那么固化了，我们再去碰一下中间。这样的话不至于如果说中间胶量比较厚，万一没有照干，那我先碰了中间，是不是就把中间给弄了凹陷了呢？对不对？好，所以说是先碰指尖，再碰中间，看一下固化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塑形了。好，照灯固化之后，我们现在去掉指托。好，去指托的时候，主要注意的是先从后缘去撕，后面的关节处固定的地方把它弄松了之后，我们指尖位置只要一捏，前面就能掉了。这个是正确的去指托方式。接着我们来打磨底部形状线啊，底部形状线包含了方形的指尖直线，也是平行的去打磨。入客人的甲床，然后平行拉直就可以了啊。然后侧面的甲沟直线，我们也给它去拉直。那么甲沟直线是在整个指甲的下面，它是底部的形状线，所以我们的错条是放在指甲的底下进行平行拉直就可以了。接下来是右边的甲沟直线，也是平行拉直。有了，接下来我们只要去做一个建构，拿奶白色的延长胶去给它做一个建构，整体的包裹住我们的亮片，做出渐变的这个质感就出来了。范围找的是整个大面积，给它范围找起来，做一个高点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厚建构，是厚度的厚啊，厚度一定要有。后缘整体的样子是画一个大扁圆，也就是贴合我们的甲廓形状。甲廓形状大概是什么样子，它也是一个什么样子。左右两边注意细节的查找啊，这个很关键。范围找对了之后，我们在做建构的时候就轻松多了。好，接下来我们取大坨的延长胶，这一遍胶量一定要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胶的质地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浓郁的，并且流速并不是非常快，但是它的流平速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小笔只要轻轻拨一下不平滑的地方，它一会儿自己就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只要倒置去找一下高点就可以了。注意高点是在我们的甲床中心点，但是俄式如果说你做的是方形甲的话，可以比中心点再靠后一点点。好的，那么照干了之后，我们来给它进行修形。因为我们刚刚的建构是比较厚的，主要这一步其实就是削薄，还有找三边，让这个三边跟我们刚刚最后上的这个透明的流平胶达到一个衔接。第一个，我们先去找一下两侧的甲床直线，因为两侧的甲床直线只有它比较笔直，才能够感觉像插在口袋里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去找补一下三边与本甲的衔接，找好衔接之后就去打中心点，就是我们的高点，只有高点下来了之后，其他的地方才都能下来。下课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找三边、找直线，然后去找高点？无论是先找高点也好，还是先找三边的衔接也好，都是可以的。用金刚刺头修薄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砂条去过了。砂条用180目的这个细砂，红砂的错条，去把它整个形状上面的棱给它全部过掉。同时注意指尖的这个 C 弧啊，我们要看向指尖的时候，上面的拱度跟底部的拱度要协调一致，所以拱度的 C 弧的打磨也是非常重要的。180目的错条抛完了之后，再把底部形状线打磨一下。那么在上封层之前呢，也可以再用海绵抛去细抛一下上面的纹理肌理，它变得比较平滑，手摸上去非常非常的光滑的时候，我们再去上封层就可以一步找光圈。清洁一下粉尘，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封层了。封层依然是薄涂一遍找范围，用小笔去找补一下三边的细节，然后再淋到中间一点点这个封层的量，因为封层本身它的流平性是非常好的，它比较稀嘛，所以在这一步的话不需要特别厚，前面的抛膜只要非常的干净的话，这一步淋上去封层之后，它自然就会找平，光圈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效果吧。Give it to me lik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式的白边。法式白边主要是用的是白色的彩绘胶给它去做的法式的底，然后我们再撒上白色的水晶粉，照灯2个60秒就完全可以了。然后确保左右两边的高点是对称的。定好了高度之后，我们往中心点去连接一条线，这个线连接好了之后，就能看到两侧有一个夹角，把这个夹角衔接在一起，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法式了。接着用斜头笔蘸取彩绘胶，把法式的边缘空白填补完整，特别是注意两边的衔接位置 ，A、B 点衔接的位置也要有饱满啊，尖要比较明显。也可以用极细的拉线笔蘸取彩绘胶，把整个边缘去给它走得更加的圆滑和圆润一些。我们可以通过2到3笔去完补它。多余地方的清洁可以用圆头笔擦干净了之后去做一下找补。法式边在不照灯的状态下，用钢推铲取白色的水晶粉，均匀的撒在法式边上面，让它充分的吸收一段时间之后，再放到大灯里面照2个60秒，完全照干。这样呢，就得到了秋冬感十足的圣诞法式边。